姐，不好了，李总要招方思进堂皇工作，他现在正在李总办公室呢。欧贝安，你是白痴吗？设计部招什么人你都不知道？我发誓，全公司上下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好了，盯紧他。李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已经把他赎回品牌了，你又把他招进公司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是李总和 Fancy 在某个神秘的夜晚达成了秘密协议，所以他以后就要来堂皇工作啊？应该是吧，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对，这事儿有猫腻儿。你们想啊，当时方思跟我们吵的那都快打起来了，现在答应来这儿上班。哎，你们说，这方思是不是跟我们李总有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不对，要我说呀，他肯定是走投无路。干嘛？欧总监，欧总监你好，我是公司给你们发薪水，是让你们在这儿瞎扯淡的是吗？总监，看来前台真的很闲啊，闲的你要跑到我们设计部来串门了。就说乐团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怕方思来了抢了他的位置。我们这撒什么气？你说什么？啊，什么也没说呀。哦，那个还有事儿，我去工作。就这样，滚！哦，对了，看到你的表情就让我想到，原来你是被璀璨这种素食产品打的一败涂地，最后被逼得签卖身契的，对吧？我是来工作，不是来听你胡说八道的。合约第一条，服从老板的所有指示，里面白纸黑字讲得清清楚楚，你要上班第一天就违约吗？我是设计师，从专业角度上考虑，我的风格和欧维亚完全不同。你现在让我加入，只会拖慢整个项目进程，你到底懂不懂？借口！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跟任何人合作，满脑子只有你的服装，毫无团队意识。我只不过想给你一些专业意见而已。你要是假装听不见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毕竟你比较业余嘛。反正堂皇家底后，也经得起你这个败家子败啊！你少拿你的专业来压我，你以为我没看过设计图啊？那就请您抽空看看我历年的设计图，再来决定我要不要加入。不然影响了你的项目，还说我没有团队意识呢。你想当昏君，我还不想做炮灰呢。我先去设计部报道了，再见。你我说李唐，你到底做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情，能紧张成这样啊？什么品味，穿的什么衣服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在同事面前叫我死胖子了。什么设计风格呀，没品味。这是咖啡，死胖子！方思，他们说办公室位置紧缺，我也不知道我该坐哪儿。哪位的东西？麻烦收一下。大牌就是大牌啊，不高兴就乱扔别人东西啊。小奈，你就坐那张吧。哦。我们公司没有笼子吧？既然没人认领，那我就只能当做垃圾扔掉了。还有，
这是我的办公桌。你有没有脑子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领子这里要有镂空的，你怎么还没改过来？可是这样整体就会显得很繁琐，没有重点。你是总监是吧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告诉我什么是重点？这是客户的要求，你是客户我就满足你，要么就请你满足客户。欧总监，你好，我是傅芳思，从今天起正式加入唐皇。10分钟之内做好，送到我的办公室。还有啊，这份是我画的璀璨的初稿，你马上去做一个色彩排序，一起拿给我。傅芳思，听说你一向不喜欢等人啊，不过你看见了，我这里确实是有点忙。唐皇集团毕竟是国内服装业的龙头，不可能像你那个小作坊那么清闲的。我那个是小作坊，你都知道啊？看来你也不是很忙，还有空打听我的事啊？好啦，都工作吧。那就这样吧，由你来做这份图的色彩排序。对不起，我做不了。哦，我理解，你以前是知名设计师嘛，差点就红透半边天了。不过啊，你还是别忘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最终，你不还是来了唐皇的设计部，做我的下属了吗？作为前辈呢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现在可不是耍大牌的时候。我劝你呢，还是好好的服从管理吧。怎么，你不是很有名吗？不会连做色彩这么简单的工作都不会吧？学校里没教过你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高兴聘他来当组导的吗？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粗糙的图了。繁琐累赘，头重脚轻，拿来当马戏团小丑的衣服，小丑都会觉得伤自尊吧。在这儿是我说了算，还轮不到你耀武扬威。这张图纸的品味实在太差了，它就不该排色，不该打扮，不该制成样衣。事实上，它就不该被生产出来。看看你的设计风格到底有多相反啊！借口吗？客户都没意见，你算哪根葱？客户最大。设计师的工作是帮客户提供更好的设计，而不是拍马屁或者哗众取宠。有你这种人在，难怪唐皇年年都要请外援了。傅芳思，我怎么说也是你的领导，尊重你的意见才来问你的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呢？还有，你把这份图画成这样，你这不是捣乱吗？这个世界的垃圾太多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东西了。傅芳思，我跟你说话，你不会站起来吗？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，还有团队意识，你连基本的尊重懂不懂啊？
如果参与璀璨的项目这么委屈你，那你干脆去当办公室助理好了，比做设计师有前途。看什么看啊？去忙你们的事情。我想先去忙。如果你再不遵从安排，那我们的协议就作废喽。方思，真了解我。好啦，这个才是重点。看来是动真气了。可以了。方思啊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看这里面的人都好可怕呀，每个人都虎视眈眈的感觉。什么怎么办？该干嘛干嘛。别人都等着看我们的好戏，我们又何必当演员呢？做好自己就够了。走吧。哎呦，钓钓鱼，看看风景。要是这儿 WiFi 没个密码，那就更完美了。难怪你这停职停这么久都不肯回去啊！傅方司那边怎么样？他呀，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，不过这件事上还没反应过来。他不仅没有怀疑你，还觉得欠了你的。是我欠了他，是我中途放弃，没有坚持到底。这可不像你啊，你一直只是要结果的。他既然不能给一个最好的结果，你这中途放弃也属于正常吧？或许我应该再多给他一点时间。他现在为了品牌转投弹簧，你都知道了。虽然你没能够让他发挥最好的实力来向总部证明你的眼光，但是呢，你现在拿到了稳赚不赔的璀璨，不也一样吗？福旺斯现在进入了弹簧，璀璨2期肯定有他的参与，那个设计肯定要比1期更好。他现在进入弹簧，总比在他那工作室好吧？放心啦，一切都还在你的掌握之中的。你要过意不去呢，那你就在以后的合作中多帮帮他不就好了吧？要不，你请他吃个大餐，或者你给他续个 QQ 会员什么的。璀璨，并不是他想要的。Fancy 现在落在礼堂的手里，之后会怎么样都不知道。完了！我看呐，这回你可是真动情了，你可千万别因为可怜他，把自己给陷进去喽。好像有鱼啊！啊？去看一下。呦，哪有鱼啊？你玩我？怎么这么久啊？泡个咖啡都不哎？拿过来啊！
摆个错你看啊。你是想烫死我是不是啊？去换一杯，去换一杯。爱喝不喝？合约第1条，绝对服从老板的任何指示，在合约的精神下面。忙完，又去你餐厅啊？你不用过来，我直接去找你好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昨天晚上有熬夜吗？熬夜等慢性嫉妒症。熬夜等于慢性自杀，我知道它等于平常生活。然后说第24小时开机等于慢性自杀。朝天待的身体等于慢性自杀，还不觉得就是慢性自杀。嘴皮，我一天啥也没干，光顾着自杀了。现在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！考虑一下。好了，等你上床带你去学习。我不要，你画完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
我听说傅方思在唐皇上班啦。做助理没什么。助理？他那么心高气傲，能安心当助理吗？他不是一直想做自己的品牌吗？做自己的品牌，凭他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聊他了吧，聊他就扫兴。最近璀璨要上市，所以比较忙，你赶快记住我送你回新加坡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这家餐厅的生意现在越来越好，我是希望能把它做成连锁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啊，这阵子比较忙，之后我们再说，好吗？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。我知道你最近忙，那我们就回头再说。你愿意花3000万去给前女友买一个破烂牌子，却不愿投资未婚妻的连锁餐厅。李唐，你还可以更过分吗？来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都先出去吧，来，都走。干嘛生这么大气呀？小楠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下午这拍摄你可上点心。你没听说吗？唐皇现在跟乔瑞斯签约了，他们的人下午可都要来探班呢。你不是去查尹浩然的背景了吗？查着什么了？早就给你搞定了。这 NSH 可是现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奢侈品牌，乔瑞斯也是因为有了这颗靠山，才能成为国内的1线代理公司。他们签约，可全靠了这尹浩然。短短几年，怎么做到的？据可靠消息，乔瑞斯之所以重用尹浩然，就是看中了他在 NSH 的巨大影响力。还有人说呢，说他可能有 NSH 的股份呢。李唐，你这么对我，但有些人可是一直对我念念不忘，他一点都不比你差。今天下午的拍摄，尹浩然会来吗？就是因为傅方思那事儿，尹浩然被暂时给停职了。现在是他那个上司叫约翰逊，负责国内品牌推广。他不是有 NSH 的股份吗？这么大的靠山也会被停职？说给别人听呗。他们在傅方思这个品牌上花了那么多钱，乔瑞斯也就是怕外人说闲话。一个为了他花钱，一个为了他停职，一个接一个呀。他到底有哪儿好啊？哎呀，你看你生什么气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明天璀璨前期宣传，你可务必要到场。他们场地可都定好了，你不去，他们可没法开场了啊！你别生气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手机。哦，记得跟汪薇娅说，明天一定要亲自让傅方思把衣服送到拍摄现场，亲自，明白吗？好嘞，先去办了啊。傅方思，只要你在唐皇1天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们挺有默契啊。看你样子很累啊，在唐皇不好受吧？还好。你没有开车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我约了朋友在附近，被他放鸽子了。要不我们约个会吧？好吗？上次那个很有个性的调酒师呢？我记得他上次还跟我调了一杯 Golden Dream。他今天放假，那你今天要不要我帮你调一杯特别的？但是呢，你要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心情。现
现在的心情啊，挺烦的，烦得想杀人。不过现在好像又好了点，挺复杂的。比杀人稍微好一点，就是想打人了，对不对？明白，等我一下。你会调酒啊？多门手艺，多个饭碗吗？方思，其实我很好奇。好奇什么？为了保住品牌，替弹簧工作5年，我能理解。反感璀璨这个项目，不愿意跟乔瑞斯有接触，我也能明白。但是我觉得，宁愿忍着杀人的情绪去当助理，还不如去参加这个项目。至少这还是与设计有关的工作，对你保持创作的状态也有好处。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做呢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我不认同的东西。你觉得璀璨的风格和你的风格不一样？其实和风格没有关系，是璀璨的设计没有诚意。我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些只是为了迎合而哗众取宠的东西。璀璨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，不管是礼堂还是欧薇娅，他们都不关心设计，只关心客户愿意出多少钱。人人都说你挑剔苛刻，其实我觉得是他们技不如人，你才是最尊重设计的人。有什么用啊？我的设计和这个市场格格不入，和乔瑞斯合作失败就能证明了。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退一步，但是我发现那样并没有让我海阔天空，反而让我觉得无路可退。而且我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忽略品质，所以啊，我只能选择不参与，反正走一步看一步。其实人就像铅笔一样，一开始是尖的，经历了很多之后就会变得圆滑，如果承受不了就会断了。以前的复方司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以前至少是自由的，接受不了大不了就不合作，但是现在不一样。其实路有很多条，这条路不能走的话，腿在你身上，你可以走另一条。你是为了自己的品牌去坚持，既然已经坚持了第一步，为什么不好好的走下去？做助理混日子的话，只会消磨你的斗志。我觉得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无意义的人和事情上面。你调的是什么呀 ？Take 5。休息5分钟。我现在要给你5分钟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再度开始。我跟你说一个故事。树上面的小鸟不会害怕树枝断裂，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是它自己的翅膀。希望你也一样，要相信你自己。来，尝一下，好不好喝？好喝吗？不太好喝。不好喝 ？Take 6。那个傅方思是你的前女友吧？过去的事你还没有放下。你说的。她现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，一个我员工的名字而已。除此之外，什么都不是。你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未必这么想吧？只是我想提醒你，你身边还有未婚妻程湘南。假如说你真的想和程湘南过一辈子，你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她，不要对她爱答不理的。感情的事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该多问。可是，一段爱情就像这钻石一样，纯净度是最重要的。要么好好的牵手，要么好好的分手。李唐，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是，老师，我会对湘南好一点，明天就去探他班 ，OK？ 干嘛？打电话。管你。喂，帮我问一下，明天湘南在哪里拍？小奈，我要的拿铁不是加半糖
忙的嘛，你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记住，人太多了。小奈，我找你拿的资料怎么还没给我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有等报表呢。啊，马上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小奈，让你复印的文件呢，马上送办公室。啊，好的。傅芳思被贬了助理，他的手下也跟着倒霉了，还嫌不够乱吗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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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芳思，对不起。这么慌慌张张的还怎么做事？还有跟我，你不需要说对不起，稳住，知道吗？小奈，我让你把文件送到我办公室，你耳朵聋了是吧？哦，原来是碰见你老领导了。我要不要给点时间，让你俩叙叙旧啊？去哪儿？我去擦一擦。恐怕是没时间了。去向样衣室那边，把程小姐今天拍摄要用的衣服，下午4点之前送到这个地址。你不是让我整理样衣间吗？送完了再整理就好了。赶紧去，程小姐还等着呢。总监，文件。有人吗？喂，欧总监，我已经到了，可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好，那我再等等吧。还是学设计出身的，脖子那么短，还不选低领的，这不暴露缺点吗？好，来准备。休息一下，看一下吧。好，来，看这张，光还有表情特别到位。哎，小南，这都4点多了，你那个弹簧的宣传硬照什么时候拍？这么晚了啊，而且这衣服好像已经送过来了。衣服还没来啊。喂，啊，刘师傅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跟您说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拍摄场地改变了，对，不会有人过去了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向南，你看，李总来探班了。
看就看啊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啊。今天是你自己自投罗网啊，反正剩下的时间你都得陪我。你待会不是还要拍照？哎，今天真是偷了你们公司那块新招牌的福啦，大家都被放鸽子了。不知道，一直在通话中。我们都打了1天了，他都不接，他就是故意不想接的，不想让我们找到他。傅方思大学的时候就这么自我，怎么一点都没变？他脾气就是不好啦。你看我都等了1天了都没有生气，你就别在意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，走吧，吃饭去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吃你想吃的，好不好？走，走吧。怎么可以那么没有责任？小奈，哎，方思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很忙哎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晚点再打给你啊。喂。喂，现在下班了吗？晚上有没有空？你声音怪怪的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就是眼睛有点进沙子了。进沙子？为什么你声音会变成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嗓子有点疼。浩然，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做，可能去不了了。本来想介绍一家很好的餐厅给你，现在你没有口福了，我替你感到可惜啊。喂，怎么了？总会好起来的。对，无论夜晚多黑暗，明天总会来的。浩然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也许你说的对，可能我一直在浪费时间，才会被这种无聊的事情纠缠。光打个电话怎么行呢？要我说呀，现在就是英雄出现的最好时候。你呢，开车飞奔他而去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再轻轻地擦去他眼角的泪水，送上一个吻，他一定会爱上你的。早餐去看多了。你这明明知道他就不在公司里边，程湘南临时改变拍摄地点，就是要耍他。他没有向我求救，可能就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也可能他并不信任我吧。但愿这次的事能激起他的斗志。这个程湘南表面上看起来挺漂亮的，心还挺狠的。